好，中國大陸的第二戰場開了哦。我們今天要來特別關注到12架的殲20，現在壓進到印度的邊界去了。第5代戰機，另外一方面我們會關心到是在下水餃嘛？因為殲20拼現在在2030年，希望可以產量破1000架。就可以超越美軍了。今天就這些議題做深度的剖析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來特別關注到的焦點，就是放到了世界最高山脈喜馬拉雅山的上空。中國大陸跟印度的角色現在出現了一個巨大的一個變化了嗎？因為來自於美國的一個衛星影像顯示，解放軍在中印的邊界，也就是在新疆跟西藏這邊的基地部署了12架的殲20，那分成2次來做部署。第一次是被發現在西藏當地的一個機場拍到了4架殲20，再來緊接着過了1個月，在7月9號的時候，新疆這邊的一個機場也是拍到了這邊有8架的殲20的身影出現在這邊。消息曝光之後，現在印度其實也是高度關注之外，也認為非常的緊張，因為呢殲20接下來如果搭配了霹靂15的話，就會對印度產生這個非常大的壓力。另外還有這個高原的空戰規則會不會被打破呢？再來就是中國大陸可以快速的取得空戰的優勢嗎？尤其是印度上次看到了印巴空戰當中，這個中國大陸的戰機是如何打敗巴基斯坦的。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殲20為什麼突然間殺進了中印的邊際？是中國在警告印度，還是準備要高原空戰？再來看到殲20如果搭配霹靂15，對於印度空軍的威脅，賴老師怎麼解讀？我覺得這個是過度解讀了哈，因為有心人士在炒作，原因很簡單。中國大陸的殲20在過去試飛的時候就已經有到過西藏，有到過新疆做試飛，因為它這樣的一款這個多功能多使用的，而且要在全地域使用的的戰機啊，它本身就一定要做高原的一個測試，所以它在當原型機的時候，它已經是有多架的進入西藏、新疆這個地方進行測試。那當然，當它成熟的開始進入量產的時候，它很早就已經在新疆、在西藏這個地方有進行駐防，是輪流駐防的這樣的一種態勢，都已經是舊聞的，這不是新聞。但是當解放軍現在對於殲20，因為它已經被證明它是一款非常好的戰機，連美國的前空軍司令他自己都說，美國的這個F-35。有跟中國的殲20有過遭遇過，然後他自己都說對方是一款非常好的戰機，它是屬於空優型的這種戰機，而且是重級的高空的這種戰機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一個在實戰的過程中，跟美國不斷的在沿海進行多次的較量，這款戰機被證明是非常好的戰機的時候，大陸已經進行量產了。開始進行量產，那當然要換裝嘛。對。那一旦換裝以後，你就說，哎呀，你為什麼跑到我這裡來？當然要換裝嘛，因為時間到了就來了嘛。所以我覺得印度不用大驚小怪啊，因為中國大陸已經開始去全面性換裝這個殲20了，很多的武器舊老一點的機款都已經開始換新的機型了。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常態性的換裝，而且會越來越多而已，不會越來越少。那這個戰機大量的部署在那個地方，會有產生什麼效果？絕對是空優嘛。那也就是說，對於印度來講，印度現有的戰機，它自己做出來的戰機性能大概是3代半，4代都談不上，那這更不用談5代了。中國的6代都已經在做試飛了。對所以印度的戰機自發的自己研究的戰機是跟不上中國的。那歐洲的戰機沒有任何一款可以比得上中國，所以它唯一能買的就是美國。俄國也沒辦法。所以唯一能買的美國，可是美國的 F-35戰機目前來講沒有辦法超過殲20的戰機，因為它已經被弱化掉了。它被弱化是因為美國的 F-22失敗，所以造成了它這個提升了原本的 F-35的輕型戰機的功能。那它反而被弱化了。所以我個人是認為，美國以目前來講，它除非它的第6代戰機出來，不然美國即使賣了 F-35給印度，印度也沒有辦法取得空優。那當中國大陸在中印邊界裡面取得空中優勢的時候，有個好處，那印度要挑釁的可能性就下降了，受挑撥的可能性也就下降了，安分一點的可能性就升高了，地區反而就安全跟穩定了。
好，那另外我們也來看到那歼20的數量，我們剛剛說嘛，他們是在快速的生產當中，一年现在預估的產量是達到100架。那現在預估最多可以達到已經有600架，接近600架。那他們更希望目標是2030年要突破1000架。好，這個是數量。在戰力的部分呢，現在央視也日前公布的影片說，殲20搭載了霹靂10，出現了回馬槍絕技，在發射之後被看到說，出現了一個 U 型的大弧線，精準的命中了目標。那另外就是它還搭配了 AI 哦，在它的副駕駛的系統裡面可以實現跟逆蹤無人機來協同作戰，代表這個解放軍接下來的空軍實力又會有多強？那酈將軍又怎麼看？我覺得殲20哈，它的產量總數，如果說到2030年可以突破1000架，這是應該可以預期的，因為它現在年產量就已經上100架的啊。預估現在因為它這個已經有28個旅嘛哈，對，所以它如果說是以28個旅來講的話，它的再加上訓練的使用的戰機總數應該已經是超過500架了哈。那如果拿來跟美國比較，美國當然 F-35五代戰機是 F-35跟 F-22了。那目前總數雖然說是比這個500架要多，可是美國是在做全球的部署哈。那中國大陸來講，因為它戰機只專注於自己國土的防衛，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，在東亞地區的總數來講，絕對是優於美國的5代戰機哈。那為什麼殲20產量可以到達這種數據？第一個就是我認為它的很多的這種零附件都是自己可以生產，包括它最重要的飛機的這種引擎現在已經是國產的涡扇15。之前最早的時候，殲20剛出來的時候，它用的是俄羅斯的引擎。那你俄羅斯引擎，這個俄羅斯給你100具引擎，你最多就是生產50架，因為它是雙引擎的嘛，那給你200具引擎，你最多就是100架。當自己可以生產自己渦扇15來講的話，當然就不會受到卡脖子。那第二個，如果跟美國來比較的話，這個殲20它還有一個優勢，就是它的飛行成本會比較便宜。它因為整個飛行成本來講的話，那個美軍的飛機尤其是我們都知道，最讓美軍頭痛的是 F-22，它每飛行一趟下來，它那個引申的重新漆一遍，那都非常的高昂，價格都非常高所以它這個如果生產太多的話，可以說它就養不起了因為開起來太貴了。对，那當然。殲20現在最新型的殲20，這如果說可以搭載這種霹靂10導彈，可以做回馬槍的射擊，那真的是這個真的是就以前在科技影片上面才看得到。我記得以前看過一部科技的電影就是因為空戰的時候，大家都會想說搶占戰機的位置，我如果咬住你的尾巴你就很難脫身，我追着你屁股後面打，我再發射紅外線的導彈，當然就可以命中你，追着像。這個響尾蛇導彈就是我追着你後面那個引擎打你，但是如果說是它這個導彈可以回過頭來打你後面戰機，你飛在它後面就沒有用了，對，就會被它打到。那聽說這個導彈它這個第一個是速度再加轉彎的弧度來講的話，這個 G 就是重力加速度可以到60個 G 以上，那人體能夠承受的頂多是8或者是9個 G 你如果被它咬到的話，我跟你講就算你在它屁股後面也很難脫身。當最新款的殲20S， 它是雙座型的。我們通常都認為戰機雙座型的是擔任這個教練機，因為前面那個是教官，後面那個是學官帶着學官飛行。但是殲20卻不是這樣，它後座的那個叫做戰術指揮官，他負責指揮無人機的作戰。那對未來來講的話，它等於說有中程僚機無人機對這個殲20的戰力有更強大的發揮。好，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總結一下世界的空戰的戰力排名，因為這個是美國的軍事媒體給出的一個數字。好，來看一下 CG 的排名。目前呢，美國的媒體指出，第1名是美國空軍，第2名美國海軍，第3名俄羅斯空軍，接下來第6名是印度的空軍，最後才是第7名的中國空軍。楊老師怎麼看這個數字？中國大陸空軍有3700架戰機，印度1700架戰機，中國大陸有第5代的隱形戰機，殲20、殲35的數字，殲20已經將近要來到500架，殲35的數字也在逐步增加，而印度根本還沒有。然後呢，中國大陸有空警500預警機，中國大陸的電戰機殲16D，印度通通沒有。
中國大陸有運油20，然後呢，更不要說它還有就是 PL-15，印度被打下好幾架哈。還有，當然你像是北斗衛星啊、太空偵察，我就不了解他怎麼去算這些東西，是算成這樣子一個結果。那我問了2個美國的 AI。Gemini， 還有呢 ChatGPT， 他們說毫無疑問，中國空軍的整體實力是排名第2，僅次於美國。排名第3是俄羅斯。那我問說為什麼？他們也都提到這個美國的這個媒體所提出來，他說這裡面第一個沒有最新的一些相關的資料，剛出來的沒有最新的相關資料，我們在這個節目都看到一些資料，對不對？第二個呢？他說他把一些相關的這個就是說戰力的平衡，把直升機的數量啊等等之類都算進去，他沒有講到整個空軍作戰的能力。第三個，他把美國分成好幾塊，其實這也不對了哈。但不管怎麼樣，也都是說美國的的確確，是全世界空軍最強，因為它的的確確具有全球布局跟聯合作戰這個能力。這一塊，也許中國大陸真的是比較積極。